怎么解释？这合乎逻辑吗？没有打斗的痕迹，可是他的唇衣两颗扣子削走。我们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扣子是掉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壁橱里面，他的橱柜里面发现了他的挎包里面有什么？你们猜一猜，挎包里面 2.5W 的线米。没有什么可怕的，家人们，可怕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不怕，我妈妈50几岁了，怕什么？我儿子才28岁，他都能勇敢的站出来，为我们的患者着想。我妈妈还有怕的吗？我的家人们还有什么怕的吗？不怕。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情，如果我们这不把他们后，他们还会继续做那些坏事，这坏事不眨眼的。这事情必须要坚持下去，真的没有退路，不可能退。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桩令人痛心、愤怒又必须被看见的事件。2024年的5月8号，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一位年仅28岁的实习医生从宿舍楼坠落身亡。他叫罗帅宇，警方初步认定排除他杀。就在昨天6月13号引爆舆论之后，官方突然抛出一份调查结论，这是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针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核查。核心的大概意思就是再次否定了他杀。这份调查通告后面我会详解内容以及引发的进一步的舆论反响。就在罗翔宇去世之后，家属在他的电脑和手机里恢复了一份惊人的资料，一共1119页，整整16斤重。这样的一份举报文件揭开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医疗黑幕。而更令人寒心的是，这件事儿过去差不多1年时间，没有主流媒体深入报道，也几乎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直到最近2天，罗帅宇这个名字才突然登上了热搜，迅速引爆了全网关注。这次大众的怒火甚至可以说远比协和4+4要更甚。即便调查组马上出台了一份公告，也没有平息公众的怒火和质疑。因为这一次公众怀疑的是一个年轻人在用生命换来能够让真相曝光的机会。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个人悲剧可能，而是一枚震撼医疗体系的深水炸弹。首先梳理一下罗帅宇事件的时间线。罗帅宇举报的核心对象是曾经引发了全国关注的湘雅2医院医生刘祥峰，后面有传闻又说他也举报了副院长，这一点遭到了调查组最新公告的否认。刘祥峰1998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他一直从事肝胆胰腺外科临床工作，还曾经留学美国，研修消化道肿瘤相关的治疗工作。在2016年，刘祥峰获评了副主任医师，他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完成的手术被放在官网上，还重点介绍。2022年的8月，有网友就发帖举报说，中南大学湘雅2院刘祥峰医德糟糕，劣迹斑斑，夸大患者的病情，虚构患者的病征，给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等等。根据举报帖的说法，刘祥峰不仅强迫病人购买5000块一罐的蛋白粉，还草菅人命，而且他推荐的蛋白粉还是高糖的，还给有糖尿病的患者进行服用。不管患者是不是得了肿瘤，一律都得按肿瘤处理，找不到肠梗阻就把正常的肠管切下，还有私设急诊室的病房进行非法手术等等。帖子发酵以后，湘雅2院就火速处理了刘祥峰，还对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谭某某、产科医生朱某某等15人进行了处分。同年的8月25号，刘祥峰就被长沙市纪委监委以涉嫌严重违法控制调查。2024年的10月31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对刘祥峰案一审公开宣判了。这份判决书里面列举了他的罪状，就是被告人刘祥峰在湘雅2医院工作的期间，为了谋取额外的手术费用，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来夸大患者的病情，虚构患者的病征，给6名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了手术，导致了5个人重伤，9级伤残，1个人轻伤。利用职务的便利，还在引进医药产品上为别人提供了帮助，收受贿赂66万余元。刘祥峰利用主持或者参与手术的工作便利，收受医药产品销售人员回扣358万，非法侵占价值193万余元的手术耗材。上述手术耗材已被依法收缴，数罪并罚。这个人最后被判了17年，并处罚金42万。我觉得太可怕了，听下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草菅人命啊，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而且湘雅2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医院，不是说那种什么乡里面的那种小的那种小黑心医院。
而且他这只是披露出来的数据。你想，他既然已经能够收受回扣358万，那你可以充分想象一下他整个的涉案金额会有多大。就在刘祥峰接受调查的期间，2024年5月8号，罗帅宇曾经在刘祥峰手下轮值的一位实习医生在实习期间就坠楼身亡了。当地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排除了他杀。之后医院要求家人签署一份声明之后才肯归还他的遗物。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认可排除他杀的这个结论。家属后来在视频的直播中就说拿回遗物的时候，后来就惊讶发现这电脑的数据遭到了人为的删除，但幸运的是家属聘请了技术团队恢复了部分数据。家属就说这个举报材料整理了之后高达1119页，这个举报材料在罗帅宇离世之后，试图以高额赔偿金息事宁人，补偿款从最初的20万9天内迅速提升到85.3万以及1500万的封口费，就让家属放弃追责。这个事儿不知道真假，还是家属单方面的说法。网上网友也有对这个封口费也有提出质疑的。据家属说警方也没有对坠亡案立案。这样现在他们说，他们立的是什么案？他也下来，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立案通知书。那这个85万的补偿款和1500万的封口费，现在网上的各种说法都有。有人是家属乱说的，说是为了制造舆论焦点；还有人说是家属索要高额赔偿，但是医院没有答应。总之就是各方面可能都在角力，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谁说的真的是真相，大家先自行判断一下。那关于40万，在最新的通告里面给了一个解释，大家听听这个解释合不合逻辑。通告里说，罗某宇近3年在读期间，科室累计向他发放了33.379万，其中29.526万分批次转回给了科室原护士长，用于发放科室人员的绩效，剩余的3.853万元作为罗某宇的个人绩效。那这个行为就反映出该科室在绩效分配中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而且我觉得太不符合常规了。我看下面所有的网友留言也是，很多人都说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是给别人的工资先发到自己这儿，然后再自己再转出去，所以人家说了嘛，管理不规范，说责令医院整改，并对涉事的科室主任、护士长等4人进行了严肃问责。但这个严肃问责其实背后应该是轻轻放下。首先你看这事儿已经牵扯进来科室主任和护士长了，是不是？然后又被定性为管理不规范而已，就轻轻放下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人民日报其实他在发了这个通告之后，他还放开了底下的评论，这挺罕见后面我会详细说。我估计小编就说我不能多说了，我只能发这个通告，但是大家多说一说吧，真的可能就是连小编都看不下去了。2024年12月24号，罗帅宇的父亲就向国家卫健委、湖南省卫健委提交了举报材料，反映湘雅2院的医疗腐败。2024年12月30号，湖南省的卫健委以书面告知书的形式回复说，信访事项予以受理。这2天就因为这件事儿已经引爆了热搜，全国震怒了。于是就有记者就去问这个卫健委说，你这个受理了没有？然后这个信访部门就回应记者说受理了，家属提供的信访材料确已受理信访事项，正在依法依规处理。关于反映的这个湘雅2院存在医疗腐败问题事项，已经移交了公安机关，现在成立联合调查组还在调查核实呢。但在舆论爆发之前就没有公布实质性的进展。这舆论一爆发，马上就公布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此案的3大疑点。就是第一点，罗帅宇他到底是否是他杀？我觉得这是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罗帅宇1996年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2021年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攻读硕士研究生，随后他进入湘雅2院器官移植科来实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就会留在这所医院担任一名医生。然而，2024年5月8日，罗帅宇却离奇的从宿舍楼坠楼。他的宿舍楼是在15楼，并且他的坠落点呢也非常的奇怪，要先翻过一个大概1到1.5米高的一个栏杆，外边还有一个洞，要从那个洞里面再跳下去。关于这个案发地点，大众也好，罗帅宇的家属也好，我们都有非常多的疑问。关于这个地点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罗帅宇的父亲是怎么描述的。他把眼镜摔碎了，然后他还跑到楼顶上他本来可以直接就跳下去了，可是在一个水池里面，他还翻过一个水池，水池下边一个孔洞，70高分的孔洞，从这个70高分的孔洞钻出去，他怎么解释？这合乎逻辑吗？没有打斗的痕迹，可是他的唇衣2颗 Q 字削走。我们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 ，Q 字是掉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壁橱里面，他的橱柜里面发现了他的挎包里面有什么？
你们猜一猜，八包里面 2.5W 的线米。除了罗帅宇父亲说的这些哈，而且还有媒体报道说，罗帅宇宿舍内呢床单凌乱，眼镜也被踩碎了，抽屉敞开，存在少量拖拽，还有甚至有少量的血迹。就这个现场啊，看起来有点像是发生了争斗或者拖拽，就不太像是一个人好像说他想自己就。并且罗帅宇的父亲也提到嘛，他的那个包里面还有2.5万元的现金。其实你看，像现在手机支付非常普遍了，几乎没有人会随身再去带现金了呀，出门都是直接微信支付了，这一点也就是挺蹊跷的。另外，他坠楼那个地点是一个楼顶哈，而且在他坠落的地点没有发现他的眼镜，那这点也非常蹊跷。就爬到楼顶的这过程，难道他是没有戴眼镜的吗？我是一个近视眼哈，我真有发言权。就是离开了眼镜，即便是有偏低的那种200度的度数，走路那都是模模糊糊的，非常难受。戴眼镜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规的习惯，所以很难想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非要把眼镜一扔，然后去爬这么一个高楼。另外补充一个细节，罗帅宇随身携带的包内说是有2.5万的现金，在电子支付普及的情况下，携带这样多的现金，而且你看他又选择坠楼，那这个家属就认为这现金可能和举报相关的交易或者活动有关，携带现金可能表明他有其他的计划，比如交付证据或者是逃离危险，否则这现金的意义挺难解释的。还有一个疑点就是短信内容非常异常。2024年的5月7号坠楼前一天，罗帅宇给2名不太熟悉的同事发送短信，叮嘱说如果明天没有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而在5月8号的8时，罗帅宇坠楼前的7分钟，手机又向2名不熟的同事发出了一些可疑的短信，内容是罗帅宇出事了，以及回原科室上班。5月7号的短信就表明罗帅宇可能预感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试图通过同事来保护举报材料。5月8号呢，坠亡前的短信到底是告诉同事自己出事了，还是告诉同事自己要正常回科室上班呢？这2条自相矛盾的短信有没有就可能指向他人操作手机或者外部的一些干预？当然了，这个又遭到了调查组的否认，说这个短信没有提到把文件交给纪委的内容，就没有发过这条短信。那第3大疑点就是电脑中的数据为何要被删除？家属对罗帅宇之死真正产生疑问的关键性的因素就在于，当他们领回罗帅宇生前使用的电脑和手机之后，发现电脑数据不全，经修复之后就发现里面有大量的举报内容的文档和录音。根据《春城晚报》此前的报道里面说事发之后罗帅宇的手机和电脑一直都是由警方保存的。那家属对于《春城晚报》记者就提到说，警方说如果不签下认定书，就拿不走死者生前的任何东西。罗帅宇的父母也曾经到医院想要拿回儿子的遗物，医院的负责人也同样搬出了说是必须签署否定他杀的协议才肯归还的这个要求。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医院和警方在归还遗物这个问题上显然达成了微妙的一致，对，太蹊跷了。就是说必须由家属否定他杀之后，才能将删除过的通信设备归还。如果真像媒体报道和家属所说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既然警方和医院在这个问题上诉求相同，很多网友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这样呢？此外，还有网友指出，家属说医院的补偿从最初的20万，在9天之内翻涨到4倍，变成了85.3万。这和一般用人单位这个赔偿拉锯战的缓慢形成了一个对比。如果这个补偿条款属实，如果事实真如医院和警方认定的那样纯粹，为何医院要如此的急于息事宁人？对这到底是补偿款还是封口费就感觉特别蹊跷。根据《春城晚报》今年2月份的报道，提到了电脑遗物中所涉及的内容。罗湘雨的父亲罗辅强说这个内容就涉及了有关湘雅2医院的内幕，还有一些疑似举报刘祥峰和其他医务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材料。所以罗帅宇的家人就由此怀疑罗帅宇的死亡另有隐情，或许和他参与举报有关。罗帅宇的父母说，他收集的材料内容是触目惊心的。他们已经整理出了1000多页，包含了各种内容。第一大类就是过度医疗和故意伤害。举报中指出了刘祥峰团队曾经切除了正常肠道，伪造绝症病历前面等等我都说过了，不再重复。第二就是非法器官获取。举报中出现了多个录音，疑似有组织的采集移植器官。罗帅宇父母的这个怀疑和指控性质真的是非常严重调查组也有所回应。通告中就提到说，其中谈到3到5岁、6到9岁的男女各3例标本，系该科室拟与外校团队开展科研合作的课题所需标本采集要求，说这个研究内容合法合规。
举报材料中涉及的邵阳器官交接现场录音，经过核查，说这个捐献档案资料齐全，器官获取途径合法合规。第3点，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湘雅2院近年牵涉了至少186起的医疗纠纷案，其中超过90%是被告刘香峰呢，因故意伤害、受贿等罪名呢，在2024年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但他更严重的器官交易指控其实没有被追究。如果真有这种交易，显然不是刘香峰一个人能做得了的。目前看，只有更高层的调查组来彻查，才有可能揭开更多真相。而且，就算法院已经认定了刘香峰的那些罪行，比方说违规手术啊，然后切除患者正常的肠子呀，往患者体内那个放结石啊，我觉得这些都已经够毛骨悚然、令人发指了。这些行为都危及他人的生命，怎么可能才判17年？这判的也太轻了，有点类似于杀人未遂。就是啊，就网友们质疑的是，这份通告啊还没有办法说服大众嘛？那如果罗帅宇的举报是真实的，材料是真实的，那如果连内部的实习医生都没有办法安全的发出举报，如果连最了解系统黑幕的人都要付出生命代价，那患者呢？普通人呢？老百姓的安全感又何在呢？这起事件引发的可不只是情绪和正义感，更是人人自危的不安全感危机。所以现在网友们呼吁的是医疗系统自查自纠的无效性，呼吁异地警方介入以打破地方的保护，呼吁中央调查组要直接介入，公众要求建立举报人保护机制，严惩打击报复行为，推动医疗行业透明化改革。当然了，而且就应该公安部直接来查，不能说再由湖南省内自己查自己了。是啊，如果在揭露黑幕的时候遭遇的是程序障碍、生命代价，必然是在协和4+4事件之后进一步加剧公众对医疗系统甚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崩塌。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比协和4+4董希英事件要恶劣的多得多得多。因为协和4+4董希英他只是特权阶层，就是父母利用自己的资源给自己的子女开绿灯，让子女走了这么个途径。我想董希英他最后也不是当医生的，就去到那刷个履历，出来就是走些什么行政岗位，并不是说直接拿刀去给患者动手术。但是这个湘雅医院不同了，它是真正的这个全国3甲医院，这么大的医院，然后发生这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这是直接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于罗帅宇的父母举报的事情，还希望有更多的证据和真相浮出水面，也希望更高层的调查组来调查。因为北协和南湘雅，这可是中国老百姓传统印象中最顶级的医学殿堂的存在，他们直接从顶层的崩塌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之前看到视频中罗帅宇的妈妈说，这是用他儿子生命换来的举报材料，真的是令人潸然泪下。确实啊，现在有一些也许是水军，也许是有部分网友真的在认为这就是家属勒索医院不成之后反手诬告医院和相关人，认为这个通告已经解释了一切。确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些人他就是相信和支持来自任何官方的通报。我觉得这部分网友应该比例少于5%，95%的都对这个调查结果是呵呵。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官方通报并不等于事实的全部。在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历史上有不少案例，官方前期的通报后来被事实和后续的调查都推翻了。比如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最初说是普通火灾引发爆炸，后来调查发现背后涉及非法储存大量的危化品，产生了监管严重失职。2021年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最早通报说是雷击导致系统故障，最终查明是信号系统设计缺陷和管理失职，多名高层官员被问责。蓝天之下还有多少让人根本就看不见的东西？你想啊，刘强峰他一个人能完成这些手术吗？这些手术不需要各个科室来进行配合吗？就特别的细思极恐，如此恶行就只被判了17年，那你说背后那么多患者家属，那谁来弥补他们？谁来赔偿他们？最后再来讲讲官方的通报。6月13号晚间，在舆论引爆之后，调查组这个官方通报马上就发出来了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进行了全文发布，对人民日报这次真得表扬一下，我后面会说具体。这份通报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这第一，它简述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包括坠楼的过程，最后结论是否定他杀，排除了刑事案件。通报中还介绍了罗帅宇的个人背景，指出他是因为在2022年执业医师考试没有通过，首次的时候没有通过，后来通过了哈。2024年4月底的时候呢，又没有提交毕业论文，就业压力大，而且有消极情绪。另外，就家属质疑的问题的核查结果是说医院买卖器官的说法呢，那有50份器官捐献资料是罗某宇的课题所需，来源及去向可溯源，捐献流程合法。
那6段录音经过鉴定，均是正常的医疗工作交流或者私人闲聊，没有违法证据。他举报刘翔峰遭迫害的说法给出的结论是，罗帅宇和刘翔峰没有同台手术的记录，没有向任何部门举报刘翔峰，相关部门也没有向他调查刘翔峰事件。关于手机通信记录异常的说法，通报中指出，这个坠亡后3次通话都是民警为了确认身份和同学辅导员来进行核实情况的通话。坠楼前的短信是提醒同事换班，网传的5月7号要把文件交给纪委，这是一个不实的信息。关于笔记本电脑数据被删除的说法，通报中指出，说警方对电子设备的数据是无损备份后交还给家属，没有发现举报材料，仅存有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录音。关于洗黑钱和分赃款的说法，这个通告中指出湘雅2医院这个肾脏移植科存在绩效分配不规范的问题关于和家属的沟通情况，通报中指出说医院在事后协助处理，并且给予了人道主义慰问金，但是家属2024年的10月提出了巨额补偿款之后呢被拒。联合调查组多次赴四川向家属通报调查结果，也遭拒绝。关于针对家属的这个刑事立案诉求，公安机关有3次结论一次是不予立案，第2次是复议，第3次是复核，均维持了原决定。那有网友就提出，我到底应该相信谁？他就说出了3个疑点这个网友说，他第一他说通报说罗帅宇坠亡前给同事发短信，如果我明天没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是不实信息。官方媒体呢也言之凿凿的曾经报道过这事儿就是大象新闻曾经报道过。那这个网友就问，那应该相信谁？第2点就是媒体在6月13号的报道中还提到说，罗帅宇在宿舍中有打斗的痕迹，有破碎的眼镜，还有脱液的痕迹和少量的血迹。这个在上官新闻和新京报的报道中都有体现，但是官方通报中说房间内物品完好，没有发现打斗脱液痕迹，请问应该相信谁？第3点就是6月12号，湖南省卫健委信访部门回应称，信访材料已经收到，已经移交了公安机关，仍在调查核实讨论。那6月13号的下午，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长沙市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说该局已经就罗帅宇事件进行调查。这网友就问说事发1年多不见动静，怎么就1天之内就出具了如此详尽的通报呢？有网友就提出说4大未解之问：第一，谁删除了电脑数据？院方拒不归还设备，要求保密换赔偿85万，是否意图毁灭证据？第2，为何拒绝尸检？说家属因为凑不出3万元的尸检费，又受到了院方避免2次伤害的劝说，最后就妥协了。第3，刘翔峰之前为什么能够劣迹斑斑却横行10年？为什么就医院没有任何的监管？第4，那40万的转账牵涉的这些人，护士长、科室领导是否参与了利益输送？没有进行说明。这位网友还说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真不是网友不让领导们省心而是这份通告确实有点难以让这件事就画上一个句号，也实在让老百姓们的这个安全感没有办法安抚，正义感又无处安放。值得一提的是，我刚才前面讲了，人民日报要表扬嘛，他没有关闭评论，我都开始觉得不可能吧，我觉得有点出乎意料。这个就非常值得点赞。他不仅没有关闭评论，还没有控制这评论。说实话，这事儿真挺罕见。我就截取了几个最热的几个评论都是对调查结果的不信任和怀疑。你想，人民日报居然没有删除和控制下面这些热门评论那最热的这几条大家看看，就一个网友说，2025最震撼的一句话：善良如此艰难，远非我想象。有的网友又说看了这个通报，感觉更可怕了。狂飙演跟现实还是有点差距，意思就是现实更恐怖。还有网友友善的提醒说你这份通报不能服众避重就轻的地方很多，会激发2次舆情的。也许就是人民日报的责任编辑看不下去，他们在做他们力所能及的微小的贡献。我想也是他们也想到自己也需要去医院看病自己也有儿女这件事儿背后的真相关乎的是除了顶级天龙人之外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发声，为罗帅宇，也为下一个可能被伤害的人。这件事情远未结束，还有太多的疑问。如果就此不问，甚至只是根据一篇逻辑和信息目前看还难以服众的通告，就认定罗帅宇的父母有诬告嫌疑，让公众停止质疑，只会让忧虑和不信任继续发酵。我想，这也不是高层领导们愿意看到的吧。
显然，这份通告已经引发了二次舆论，希望有更高层的中央调查组能够复查彻查，不能让一个地方调查组说了算，而应该让真相说了算，让网友们质疑的这些疑点和信息不一致，给出更加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